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从这期开始呢，牛奶将开始更新萧炎三上云岚宗之后的故事。云岚宗覆灭后，坐落在城中心地段极好的萧府，无疑是近期帝都内最吸引目光的地方。萧府之内，萧炎正安静地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，一道笑声打破了这份平静。你小子终于出来了，怎么样，伤势好了没？萧丽与萧鼎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，睁开眼，萧炎笑了，起身迎上去。萧丽使劲地拍了拍萧炎的肩膀，笑道：伤势痊愈了？萧炎摇了摇头道：这次伤得太重，想要痊愈哪有那么容易，慢慢来，不着急，只要别留下后遗症，一切好说。你是萧家最重要的人，可不能出丝毫岔子。萧鼎微微一笑道。萧炎点了点头，沉默了一会儿后问道：云岚宗如何了？已经解散了大半，不过宗内人不少，想必再有半个月才能彻底解散完毕。这次算是便宜了他们。萧丽冷着脸寒声道。萧鼎摇了摇头，淡笑道：杀了那几个罪魁祸首，报仇与震慑效果都已达到，而云岚宗普通弟子众多，真要血洗的话，对我们萧家名声没有太大好处，反而会让得一些人对萧家产生恐惧，从长远来说弊端不小。看了微笑的萧鼎一眼，萧炎却是没出声，若非是因为云韵，他此次的确是打着血洗云岚宗来报这般血仇的。说起来，他是顾及了一些私情了，像是知道萧炎心里怎么想的。萧鼎微微一笑，缓缓道：三弟，你并没有做错什么，因为你萧家才能不用苟延残喘的生存，你现在是所有萧家族人心中的支柱，不管你的任何举动是对是错，萧家族人都会倾力拥戴。说着不忘瞪萧丽一眼，害怕地缩了缩头。萧丽赶忙笑道：嘿嘿，我在黑角域待久了点，与正常人有些脱节。听到两人的话，萧炎只觉得心里一暖，这便是血脉相连的亲兄弟，不管自己做了什么，是对是错，他们依然会义无反顾地支持着自己。那云韵若是可以，带来让大哥二哥看看。听海老他们说，你这次便是为他留情，他与我萧家之事，我们不会太过介意。萧鼎突然戏谑地笑道。萧炎又羞又窘，辩解道：只是以前在帝国历练时欠他不少情而已。看到萧炎的模样，萧鼎笑了笑，没再取笑他，道：你叫人传的话我都知道了，刚让人去通知海老，想必等一会儿就能赶到。点了点头。萧炎偷瞄了一眼萧丽，心中想着得抓紧时间将师生丹给解决掉，不然的话再等一段时间，万一二哥出现个什么意外，自己可怎么向大哥交代。想到师生丹，不由得想到药老，萧炎没忍住微微红了眼眶。萧鼎心细，察觉到了萧炎的悲伤，当下话音一转，柔声笑道：对了，拜你所赐，最近萧家在帝国中可是名声大振，每天登门送礼的人络绎不绝，这样的景象当初在乌坦城可是从未见过的，若是父亲能看见的话，一定会感到很欣慰的。我们三兄弟他一直对你抱着最大的期待。萧炎握紧了拳头，轻声道：父亲的下落我已经有了一点线索，不过想要将他解救出来，现在的实力还远远不够。我们相信你。萧鼎微微笑道。萧炎也是一笑，微微点头，刚想说话，一道苍老的朗笑声突然传来：小家伙，我还以为你至少要休养1个月才能有说话的力气呢，没想到现在才半个月就恢复了一些力量，真是让人惊讶。萧炎轻声道：这次虽然受伤极重，可似乎也令得我隐隐触摸到了斗皇阶别的屏障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或许不久就能尝试着冲击一下斗皇层次。海波东一听高兴极了，笑道：等你伤势痊愈之后，好好闭关一次，看看能否顺利突破至斗皇。对了，你派人通知我过来是为了……萧炎跟海老简单说明了情况后，问起了海老关于魂殿的事。海老跟萧炎明说，魂殿在整个斗气大陆都算是极强的势力，能在加玛帝国横着走的前云岚宗，也只算得上大陆西北地带的2流势力。若是萧炎想要振兴萧家，保护族人，救回萧战和药尘，就必须得具备足够强大的势力。如今云岚宗解散，正是组建自己势力的最好时机。萧炎权衡后就有了主意，与海老约定，等他伤好后就麻烦海老帮忙联系一下法马会长以及几大家族的族长。海老欣然同意。谈话结束后，萧炎就又去闭关疗伤了。几日后，萧炎在复原丹和9支虚骨膏的辅助下，实力恢复了七七八八。从药老留下的空间戒指中，萧炎找到了药老给出的噬生丹的破解之法，那就是提升服用丹药者的生命力。
只要服用者在接下来的生命中突破至斗皇，那就是真正破解了师生丹。萧炎现在最想做的就是尽快炼制出6品丹药清明寿丹。该丹药能够提升人将近10年的寿命，但一人一生只能服用1枚。由于所需材料比较罕见，留给萧炎的时间不多了。刚离开修炼的密室，萧炎又被2位哥哥找去商谈了，只是还没说上几句，就有侍女通报纳兰小姐求见。萧炎一怔，萧厉冷笑：纳兰嫣然吗？说起来我与大哥可都还未见过这位差点成为我们弟妹的人呢。萧鼎眉头一皱，沉声道：那些恩怨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被三弟了断，你便不要记挂心里了。耸了耸肩，萧厉没有再说话。不多时，纳兰嫣然就到了，将手中茶杯轻轻放下。萧炎眼眸低垂，轻声道：纳兰小姐来我萧府可是有事？纳兰嫣然咬了咬红唇，沉默了一会儿后才开口道：老师想要见你最后一面。最后一面？萧炎眯起眼睛，捏紧了拳头，语气森然的道：你最好不要告诉我他干了什么蠢事。我说过，即便如今云岚宗弟子已经解散，可我依然能将他们给找出来。知道萧炎误会了，纳兰嫣然皱了皱眉头道：那种事老师才不会去做，你若是愿意见见的话，便随我来，不愿的话，以后或许都没机会了。说完便转身离开了。萧炎连忙跟上，一直到云岚宗宗门上空，纳兰嫣然看着下方半晌后，怒视萧炎，沉声道：事情搞到这个份上，你才满意吗？瞥了纳兰嫣然一眼，萧炎声音平淡的道：你若是看见当日我萧家被云岚宗杀得鸡犬不留的景象，是否还会这么说？被怼得没话说的纳兰嫣然沉默了好一阵后，自嘲道：其实对于当年那件事，现在的我的确很后悔。我若是不任性前去萧家，萧家与云岚宗恐怕都会好好的。可惜世上并没有后悔药吃。深吸了一口气，萧炎不耐烦地挥手道：带我去见云韵，那些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，所以也不要再提了。自嘲一笑，纳兰嫣然道：我也并非是想让你忘记当年的那些事，只不过是想说我纳兰嫣然当年的确是有些鼠目寸光，今日这般也算是自讨苦吃。随后转身对着后山飞掠而去。跟我来吧。后山的一处陡峭悬崖，纳兰嫣然停了下来，指着山崖上轻声道：老师便是在崖上，你自己去吧。今日之后，我与老师或许就会离开加玛帝国了，日后说不定很少会回来了。离开？去哪儿？萧炎一怔，随即沉声道：还不知道，斗气大陆这么大，我也早想出去历练了，这次便陪着老师走吧。说不定以后也不会有机会再见了。叹了一口气后，纳兰嫣然便转身离开了。萧炎咬了咬牙，快步走上山崖。你来了。白衣女子悠悠一叹，低声道：你要离开加玛帝国？萧炎绷着脸走上前，沉声道，缓缓转过身，美眸轻瞥了一眼萧炎，道：云岚宗已经不存在了，我留下也没有意义。我在这加玛帝国困了这么多年，能够出去走走倒也还好。斗气大陆强者众多，危险绝伦，你一女子出去历练，岂不是自讨苦吃？这加玛帝国虽然没外面的世界精彩，可却能保你安全。萧炎咬了咬牙道。展颜一笑后，云云摇了摇头，明亮的眼睛看着萧炎，轻声道：你将云岚宗弄成现在这般模样，我知道这是复仇。云岚宗差点将萧家灭族，你如今令得云岚宗解散，算是因果报应吧。所以我并不恨你，即便连老师都是死于你之手。那你为何还要离开？萧炎皱了皱眉，迟疑了一会儿道：我现在身旁正缺实力强的帮手，你若真不恨我，那便留下来帮我。云云声音轻柔的道：我的确不恨你，但我始终都是云岚宗的宗主，即便如今云岚宗已经不存在了。萧炎明白云云的意思，握紧了拳头，没有说话，内心却是十分火大。以我的身份立场，原本应该竭尽所能报仇，但你知道，即便我有那实力，也下不了手。既然如此，还是离开的好。云云声音悠悠的道。萧炎阴沉着脸，心里想着，这个女人总是如此顽固。听说你想要在加玛帝国组建势力，这里面有着云岚宗这些年的收藏，如今对我已经没有了太大的作用，便送与你吧。望着萧炎那脸色，云云却是一笑，缓步走上前，将一枚深青色的纳戒放入萧炎手中，紧握着纳戒，死死盯着面前的女人。萧炎道：非走不可吗？温柔地抚摸着萧炎的脸庞，云云柔声道：现在云岚宗成了这样，我也想要出去走走，或许什么时候想开了就会再回来。
到时候你若是还希望我留下来帮你，我应该不会再拒绝。感受着脸庞上传来的温柔触感，萧炎脸色也逐渐变得柔和。有时我在想，如果当年在那山洞中你胆子再大一些，不理会我的威胁，说不定现在……眸子盯着萧炎，云云突然轻声笑道。萧炎手臂突然一伸，搂住那纤细的腰，紧紧圈进怀中，低声道：你是在暗示着什么吗？被萧炎强行搂住，云云羞红了脸，轻轻挣扎了一下，可却是被萧炎搂得更紧。挣扎无果后，云云只得放弃。手一翻，云云将一套深蓝色的内甲轻轻地靠在萧炎胸前，柔声道：这是当年送给你的第一样东西，本来已经破碎，不过后来被我细细修补好了。即便现在对你已经没有什么作用，可你得好好保管，不然日后等我回加玛帝国，你拿不出这东西，可别怪我翻脸。怔怔地看着胸前的内甲，萧炎强行握住美人的下巴，然后在对方惊愕的目光中，对着其娇艳欲滴的红唇印了上去。象征性的反抗了一会儿后，云云缓缓地闭上了眼睛，任由萧炎攻城略池，目光复杂地望着远处拥吻的男女。纳兰嫣然轻叹了一声后黯然离开。萧炎在云岚宗上停留了整整3天时间。3日之后的清晨，云云终于是不再拖延，她害怕自己继续留在他身边会令自己好不容易升起的离开念头消散，所以趁着萧炎闭目修炼时，她带着纳兰嫣然悄然离开了。以萧炎如今的实力以及身旁的强者，想要强行留下云云其实并不难，但是他却并不想将她拴在身旁。对于云云，他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。当年年少时魔兽山脉的那些事令得他始终难以忘怀，那山洞中所发生的一幕春事，偶尔回想还是会令他心中蠢蠢欲动。所以为了让云云化解心中的那份心结，他并未阻拦，伸手取过整齐叠在一旁还有余香的深蓝色内甲，手指划过内甲边缘处的那些细微裂缝，萧炎眼中的柔和更盛。当年这件内甲几次救了他的命，期间掉落了不少碎片，最后这些碎片都是在他离开加玛帝国后被云云默默地酷寻而回，然后再度嵌入其中。当然也有着一些因为种种缘故而难以寻回的，那些都被云云用同样物体细心缝补。将内甲郑重地输入纳戒之中，萧炎深深一叹，随后站起身来望向云云消失的地方，半晌之后喃喃道：一路保重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你的点赞订阅是我前进的动力。